外公的暖心料理让蒋伟文痛哭流涕。我外公就常常煮一个瓜仔肉供我吃。到了大学，我外公后来就生病了。我现在只要看到瓜仔肉，就想到我外公。最强暖心料理让全哥身心都沦陷。我生日其实也没有过，他请快递寄了生日蛋糕给我，你就更爱他。对，每天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。主人吃不下，我要分。好吗？你走开啊！是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的4位来宾都曾经因为了一道暖心料理，暖到他们的心坎儿了。究竟有多么让他们难忘啊？那么好吃？欢迎他们出场。介绍第一位，娜娜大师。哎呀！欢迎蒋伟文 Jack 哥。哦耶！欢迎 Mario。欢迎柯以柔。欢迎4位温暖的朋友。欢迎。欢迎。今天呢，要分享是暖心料理。是。娜娜大师看起来是随便吃随便大的感觉。对，你完全你很会看人哎。其实我真的是看一个人就是他随便吃随便大，对我真的很随就是便。拉沙假拉沙短呢，就是垃圾吃垃圾大的。我听人随便吃随便大是去上厕所的意思，我想说他肠胃有多差？一点一样，是随随便便就长大。吸收好啦，对，我一跳。吸收很好。从你先开始好了。好，我真的是随便吃随便闹，所以呢，我的东西可能不是最好吃的，但它故事我觉得很棒。这个故事呢，就是来自于偶像的惊喜蛋糕。你的暖心料理是个蛋糕。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访问歌手，然后很多的真的是我很谢谢他们，就是很多大牌歌手愿意来嘛。哎呦然后对，我自己就会觉得说，有一天我要访问到我的偶像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因为我害怕什么呢？我害怕我破灭。因为其实我们走跳在演艺圈，对啊，因为有些很多人工作幕后工作者，他是原本的偶像，他在演艺圈见到后，他反而是没那么喜欢了。所以我其实，在访问我的偶像前，我是很紧张的，幻想破灭。对，因为我想说，生怕幻想破灭。这30年来，我会不会就是其实访问完之后，我对他的爱再也没有了？当时我要访问的那位偶像，就是我国小6年级最爱的徐怀钰。哎呦。有怪兽，我人生买第一张专辑就是徐怀钰的专辑，好感人哦。对，然后而且你知道小时候我太爱徐怀钰，然后导致老师都会叫我上台表演徐怀钰的那一种状态。对，然后因为他是什么状态呢？老师就徐唱徐，我叫我本名，那你也姓徐啊？我姓徐，我是双人徐，跟徐若瑄一样，我们都是漂亮的。好，然后呢？我把徐若瑄扯进来了。你被鞋子打过吗？没有，但也没有想要被打。好，那重点是我那时候就是老师会 cue 我上台表演，可是呢，小时候根本很害羞，不像现在会懂得分寸，然后我就不敢表演。然后那时候钟声已经响了，全班就是在等我表演。老师说，如果他表演完，我才让大家下课。然后全班根本没有人在乎我的表演，然后我就硬这样。飞起来了，怎么可能就秒我不要？然后就下课，根本没有人秒我那个表演，害我有点阴影。而且啊，你知道我现在模仿徐怀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对面才是模仿徐怀钰鼻祖哎，柯以柔小姐。你们学徐怀钰像不像？那时候没有，那时候就是因为像他才去上那个超级明星脸，他们型就很像啦。不来一下，来一下嘛！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我教你，好，你教我，有姐来，喵，好，我跟他一起。预备，1、2、3，来！喵喵喵，我想叫，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小狗汪汪叫，就是大概这样了。傻笑忘记你已经走掉，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，每天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。而且柯以柔当时因为模仿徐怀钰啊，这个故事完全歪掉，但没有关系。
柯以柔当时模仿徐怀钰，之后还出了《水果呀水果水果拳》的专辑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就我其实是因为长得像他，然后后来其实因为做徐怀钰的经纪人，是后来是我的老板。哦，就是这么巧，他就是因为觉得我长得很像徐怀钰，哦，真的哦。但殊不知我们是不同的路数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做电商，你走你自己的路了。对啊，做电商也是10年前想不到的啊。对啊，就是后来也当然也当初就是因为明星脸，然后进了演艺圈。那当然我觉得也很快就被人家注意到了。对，这是哦，我懂了，对这是徐怀钰吃剩的蛋糕对吧？吃剩的，对，他觉得对，他也不想吃，丢给我，才不是这样。其实我们身为主持人，我们访问艺人，然后我们其实对演艺圈来讲，我们是晚辈，所以这些艺人其实照理说不会跟我们联络是很正常的。我们访问完，他来宣传完就没事了。对。然后因为徐怀钰过去都会有那节目上会让人觉得，哎，他讲话比较直，比较呛，然后我很害怕现场的时候我会不会招架不来。可是呢，你知道徐怀钰一到现场，他是拎着一大袋啊，他是亲自拎着一大袋饮料给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喝。哦，对，他是非常 nice 的人。有时候媒体上面的形象反而跟我们认知的不太一样。然后我跟徐怀钰那天聊的就非常的开心，而且他非常的敬业。那结束之后呢，他还有邀请我去当他演唱会的嘉宾。就是他在台中办了一个演唱会，哎呦，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合唱他的歌曲，然后我这一切我都觉得很开心了，就是我可以跟偶像这样太梦幻了，这很梦幻哎，偶像哎，你知道最梦幻是什么吗？因为我其实是不太过生日的人，我就是其实平常在台上就匹配给我，但是我私底下是一个就是像地下侯佩岑一样是知性的那一种。什么叫地下侯佩岑？你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？就是朋友不自封的，可以吧？发现朋友，我好像也没有朋友这样封我，就是私底下我本身没有那么多 social， 然后我都是安静在家，所以我生日其实也没有过，我就是在家。结果呢，我就收到有人按电铃，他请快递寄了生日蛋糕给我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所以我就觉得很幸福，他就让我就是在我的心里住很久。他怎么这么把你放在心上啊？对。然后我就立刻戴上我模仿他的那个我是女生的帽子。怎么看不出来是他？因为是我嘛，是阿汉是吧？那是我，是你啊！你看，你又更爱他了。对，真的。所以没有破灭，完全永远的住在心里。是加分。什么见了面见到本人，然后会改变？对，的确变了，变得更爱他。没错。我的暖心料理就是妈妈的麻油鸡，这个绝对是无可替代的味道，因为你妈的麻油鸡，对吧？不得了，超厉害！我妈妈手艺，我妈妈手艺超好的，而且我妈每次只要直播做料理，都超多人看她。真的，你知道她曾经创过，就是她进来厨房做菜，就带5000人看她。哇！我妈是，对啊，所以我妈其实蛮红的，而且你知道很多人，我跟我妈出去，现在很多人都先看到我妈才看到我，因为我妈发型很好认。哦，长得像花妈是吧？花妈头比较大，我妈脸很小。我好久没看到她嘞。好时尚哦。那这个暖心料理其实来自于我妈妈的麻油鸡，因为其实我从小时候就是只要我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煮麻油鸡给我吃。然后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，是我前几年因为就是经历官司嘛，这应该算是我人生到目前为止前几年应该算是我觉得最大的坎了吧？最大的坎吧。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，如果是没有家人或者是没有我爸妈，我觉得，你知道那时候我其实就是曾经在那一段期间，就这样面无表情跟我妈说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就突然从楼上跳下去。就是我其实有点开始理解说，当你觉得很多事情好像你自己没办法解决，或者是你遇到的困难或挫折，为什么解决不了？或者是你逃不出去的那种感觉，那时候在很低潮的时候，我一开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出庭，我回来大哭了4个多小时。其实应该是说开庭的时候，其实遇到很多的问题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，就是法官会问的，所以你就会掉进那个黑洞里。对，那然后就后来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只要我心情不好，我妈妈就会去煮麻油鸡，因为她知道我非常喜欢吃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也是那时候其实是要到一审判决的前一天。因为你知道，其实判决它其实是有点一翻两瞪眼，就那个判决出来，就是可能会决定，比如说小孩会不会跟你啊，判给谁是不是？对，会判给谁？小孩的养护权、监护权、监护权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讲，那真的是压力好大哦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超级大。当时有不利于你吗？
还好吧？我说真的哎，其实我即便到现在我2审我都是胜诉，但是我真的要跟你讲，没有到最后一刻，当时的我都没有觉得我一定会赢。OK，对，那个真的，其实在法庭上是看不出来的。哦，就是真的要等到出来的那一刻。那揭晓的前一刻真的会好紧张哦，超级，所以就是只要每一次我去出庭回来，因为那个打的时间，我每一审就打了2年，然后我妈就会每一次在我开庭回来，就会煮一锅暖暖的麻油鸡，然后让我放松心情这样子。这个跟刚出狱吃猪脚面线有没有一样？受到惊吓过后，应该不是一样。就是其实一开始他是有点就是希望，就是他也不知道，因为说真的，我觉得对于长辈爸爸妈妈来讲，他们也无从协助嘛，就只能从旁边支持你啊，或者是当时其实事情一开始发生的时候，我还曾经讲过说，我觉得离婚很丢脸。对，因为她传统女人嘛。我其实蛮传统的，总觉得你不要看我这样。我那时候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妈妈，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现代父母，他就会说这哪有什么？你看现在社会上那么多人离婚，又不是你的问题，所以其实他们真的给我很多鼓励。然后我一开始还走不出家门，因为我就会觉得走出去别人都会议论我。就真的会走不出，又没有做错事，可是就是一个失败的婚姻，你会成为一个街坊邻居的笑柄。而且因为我们的事情上了很多新闻媒体，都会觉得别人就是会讨论你。就是即便可能不是你自己，然后你也会担心孩子们会不会受到波及。对，其实就是有很多没有自己遇到的事情，你没有想过说自己到底可以怎么样去面对或处理。那你有因为这样不让他们去上学吗？其实那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就是。别人想要来帮助你，即便不认识，就是其他邻居就跟老师说，就是请我们开车到地下室，因为外面全部是 SNG 车，幼稚园外面也是，然后老师会负责接送小孩，就是他真好，保护你们的隐私。意思是说，他请我不要把小孩放在家里，因为他可能知道我状态也会很不好。所以他希望我把小孩送去学校给他们照顾，对，然后让你也有自己一个可以去整理心情的，对，就是因为我在家里，其实说着我可能也许也在哭，或者是没有办法面对孩子，然后我觉得当时真的得到很多人的帮助，太好了，对啊。妈妈的麻油鸡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很不一样，因为一般其实大部分可能大家印象中就会加什么黄芪、枸杞，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吃黑枣，你知道黑枣跟红枣的口感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那红枣我觉得其实会炖出甜味，但是黑枣在你其实快起锅大概前10几分钟放下，它其实吃起来是那种有 QQ 的，然后吃起来很甜。然后有时候我妈还会加那个，因为我很喜欢吃新鲜的豆皮，不是炸的那种哦。哦，生豆皮，生豆皮，我也很喜欢，然后一定要加猪血糕。哦，要麻油鸡里面有猪血糕，切的一定要加。可是我们家麻油鸡都没有猪血糕，不一定有，不一定有。对，但因为很容易粘锅。对，所以那个其实不能一开始就放，你要鸡肉先炖软，然后那个全酒的那个酒要先烧完，让汤头变成甜的。像这些食材都是要后加，因为豆皮很快就会烂掉。对，所以这都是关键。然后一定对，所以里头其实我觉得它蛮复杂，就是你可能快要炖好，你才会陆续加入黑枣，然后再加入我喜欢吃的鲜豆皮跟猪血糕。加鸡佛，它就变亲子麻油鸡了，很好吃，像亲子冻一样。就我很喜欢吃麻油类。亲子冻，妈妈要吃小孩。其实我连自己做3杯鸡，我都会加猪血糕下去，3杯猪血超好吃。你就纯粹喜欢吃猪血糕啊？不是，它真的很适合任何有麻油的料理，真的。对。听完麻油鸡，为什么不听麻油讲呢？对不对？才呼应嘛。吃完麻油鸡，听麻油讲，我觉得这个接起来比较顺。对。那我介绍的不是麻油鸡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我要介绍的是室友的一碗泡面。哇，有故事。这碗泡面特别暖。对，这一碗特别暖。什么时候吃到？在日本还是在台湾？在台湾。漂亮。因为我之前都是一个人住，然后后来前3年吧，我现在有男朋友了。没有，是北海道被揭穿。不是，是刚刚如果没有反应够快的话，就对，有男友。我刚才聊天有没有？对啊，就说出来了，真的不是。真好套哦。是我的那个北海道的同班同学。然后你是北海道人啊？不是，我是大阪人。然后我的大学同学有一个是北海道的女生，然后我最近就开始跟她一起住这样。然后我就是很常就会发生难过的事情啊、挫折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要跟人家讲，
就我会默默的。你看起来真的像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也不太想要跟家人讲，因为家人会担心嘛。然后就是那一天是工作结束回来，然后就默默坐在那个客厅。然后就看起来很难过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放空。然后就我室友就是默默的煮了一碗泡面，然后加蛋，然后直接这样子端到我前面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超暖的，就是他还挑了那个日本的泡面，就是让我吃到那个日本的味，对对对，家乡味。对，然后还帮我加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室友超级不会煮饭。那个画面，你知道那多感人吗？这样，对，然后再慢这样放，然后推过去，对。120。没有，太贵了，是饭店的泡面吧？它有加蛋，所以10加10快130。更贵，没有啦，好聊哎哈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他，然后后来他就是从背后，他好像我男朋友，他就乖乖，然后就这样子，那你就哭了，哭爆，真的哭爆，我都不记得他的到底是什么委屈啊？什么挫折那一天？就是因为工作，因为我那时候中文不是那么好，然后就可能就是上节目的时候，就是中文讲得很烂，然后后来就觉得怎么样？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吗？对对对，然后就觉得还连续好几次这样，所以就是那一周特别的对难过这样。现在没有这个烦恼了吧？其实应该中文够好了吧？很好，很好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口音。他才来几年而已啊，他会讲很多日本人讲他会讲很多当地人才会讲的一个转接词，这种很大家黑啊。还有就是我室友中文比丰田都还好，我觉得。哦，丰田。对啊，丰田糟透了，丰田。丰田车子不错，但丰田那个人糟。你在做人身攻击吗？而且就是我觉得我室友是超级暖，然后上次我月经来的时候肚子很痛，然后他大概半夜11点12点的时候，快12点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说你肚子还好吗？然后他就帮我去买红豆汤，但是那时间已经没有在卖了，然后我们家没有，我们都不会骑摩托车。只会走路跟骑那个 U bike。OK。然后就是那个他帮我找到了一个夜市里面卖烧仙草，那我们也没有骑车吧，他骑脚踏车，然后大概花了20分钟回来。哇！虽然他是有一点点冷掉了啦，但是就是觉得哇，还是很感动啊。对。北海道女生超赞，哇，值得交的朋友哦，没错，感动。北海道个性，我觉得跟你们 Osaka 应该蛮像的。不像，大阪人很厚脸皮。厚脸皮。北海道不厚脸皮。北海道比较温暖一点。哎呦。对，真的。麻油鸡讲完就麻油讲，麻油讲完该鸡佛讲，是不是？鸡佛。吃鸡佛。要不说加鸡佛吗？不过加鸡佛这种亲子动作就等于是吃爸爸跟小孩啊，不太一样。对不对啊？对，父子对，因为亲子都是妈妈跟小孩。对啊，妈妈跟他刚才讲说，鸡婆是妈妈跟小孩，不对，是爸爸跟小孩。对，要证明啊，会痛感。我想问一个，为什么台湾的鸡佛那么大？也不会很大吧？很大，我吃过的鸡佛都很大。我有时候看了吃鸡佛吃，我也很自卑啊。外公的暖心料理让蒋伟文痛哭流涕。我们移民到美国的时候，我爸妈又不能去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外公就去照顾我们。那时候我外公就常常煮一个瓜仔肉给我们吃。到了大学，外公后来就生病了。我现在只要看到瓜仔肉，我就想到我外公。我有时候看了吃鸡婆吃，我也很自卑啊。你吃鸡婆，你好敏感哦，边有心声边吃边掉泪，是不是？还以为是一顿感性的料理，其实是自卑来的，是伤心的料理，是伤心的泪。其实隔壁桌都不知道我在哭什么。好意感。为什么讲到鸡佛啊？你先提的，我要讲的是外公的瓜仔肉。哦，对，但是我觉得我外公不是什么料理高手了。他是南投鹿谷人，那我跟我外公生活在一起有2段时期，一个就是我刚生出来的时候，那因为我妈妈那时候是18、19岁就生我了，
很年轻。哇，太年轻了。对我爸爸也才20几岁，高中毕业就生了，对，所以大学毕业就生了。他们两个就不知道，就是他们要照顾我，他们要上班。所以就没办法，就交给我外公照顾。所以我小时候就是住在南投。哦，你也是隔代教养的。对，我就住在鹿谷。哦，你住过南投啊？鹿谷，对。哦，是。就山上那边，他们还在，他们还在溪边打衣服那时候，很多鹅会跑来跑去。我的印象中就是小时候。住到几岁啊？住到我幼稚园要上了才到台北来这样子。而且我小学在台北念的。对，我小时候住鹿谷的时候，我只会讲台语，然后我只会听台语，我还不会讲国语，因为我外公只会说台语。现在台语还可以吗？现在听得懂，我都会听，也要听，但是不要讲，跟我这奇怪，跟我这。但他也很不错啦，不错了，这么小，但都听得懂。因为小时候有这种对，那小时候就是外公照顾我，然后他常常会在我睡觉的时候拿那个手在我头上那拍我的头，这样快睡哦，阿孙啊，这样讲话给我听。然后他长大到台北以后，那我爸爸妈妈还是很忙，然后有时候他会过来看我，然后他也不太会做菜，直到他那个。我们移民到美国的时候，我爸妈又不能去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住到纽约，后来搬到洛杉矶。我爸妈还有工作在台北，就不能真的去照顾我。就我外公就去照顾我们，所以变成说我外公代替我爸妈带我们小孩子在那个洛杉矶照顾我们。好特别哦。对，可是我们那时候刚过去，我是6年级，而且要从乡下移到。对啊，到美国大都市去，这要去跳太多了吧？他也完全不会讲英文，完全2个不同世界。对，那还好，他也不会说英文。我们就住华人区了，讲那住 Monterey Park 华人区，所以我刚到那边，我英文也很菜啊，甚至于我们那时候6年级刚毕业，要国中，我在台湾还读了国中半年，怀生国中，然后那时候还有发镜嘛，对，所以就剃个大平头，对，所以我到了那个美国去的时候就很不适应，因为。他们那种7年级、8年级，哇，头发都很漂亮，吹的每天都是发胶的，帅的美的。然后我就像个受刑人，像跟生人一样，跟生人。然后他们就觉得其实这个，更糟的是我去是平头，它慢慢长出来就更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丑，有那个尴尬时期。对，就非常非常突兀。然后英文又菜，所以都没有朋友。那没有朋友的话，就变成说。一下课，美国7、8、9年级都是2点钟就下课，下午1点多就可以下课。上课你也听不懂，这边不是？上课也听不懂，所以也没有朋友。下课2、3点就回家了，也没有朋友找我去玩啊，因为没有朋友，大家去打篮球啊，约朋友出去玩。你没有混帮派，真的是蛮积极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混那个帮派，因为通常这种没有朋友的状态就是进帮派了，而且我还长得像受刑人一样。对啊，要直接网罗你。对，很好网罗的感觉。对，还好那时候没有这个情况，然后我就常常待在家里。那时候我外公就常常煮一个瓜仔肉供我吃。那我就像我刚刚说，他其实不太会料理。我觉得有时候。好吃的东西啊，也不见得是有多棒、多美味，它就是一种回忆。人家常说山珍海味就比不上妈妈的家常味。妈妈做的菜也不见得比得上大馆子的菜。但像我阿公的这个瓜仔肉呢，像我现在会料理，我就知道他就是拿1罐瓜仔罐头嘛，连汤汁，对，连汤汁嘛，跟绞肉嘛，然后就一起蒸嘛，要加一点蒜嘛，或者是有时候加一颗咸蛋，咸蛋黄，对，有时候放一些地瓜嘛，就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的东西。对，你会不会笑得太开心？没有，人家在分享一个感动的故事。我有很认真听，但我意思是说，他现在自己会做的料理。你刚才哭说，我都没插话，我跟你讲。超级认真在听你的故事。你这样子我回去我会哭，我跟你讲。我觉得容易很感动，好吗？对，其实就是我说它是很简单一道料理，他就常常在我在家里没事干或周末的时候没有朋友约我，他就做了瓜仔肉给我吃，然后我就吃那个瓜仔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的觉得好像很想台湾，然后可是呢，我后来到了高中，到了大学，我英文好了，朋友多了，你就不要外公了，我常常不在家里了，我常常外公找也找不到了，他有时候做了一个瓜仔肉放那边就放凉了，我回来也没人吃。就放凉在那边，我肯定也不吃了，因为我在外面都吃过了。然后我记得最后一次就是，我大学的时候，外公要回台湾了。然后我把日子记错了，我没有料到那天外公就要搭飞机了。我本来想要，所以错过了，就错过。反正我爸妈说你要跟外公，我们去机场送他。可是我还说我外公已经走了，我只看到桌上他那个瓜仔肉，然后我就想说。外公这好久，这每次都煮这道菜，然后我就吃了一口，想说以后回台湾再见外公就好了，反正也没关系。那时候真的是太多外物了，太多朋友了，甚至也并不知道外公就这么一走回台湾，
我再一次回到台湾的时候，外公后来就生病了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吃那么一口瓜仔肉，没了。就没了。所以到了台湾以后，我再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在医院里了，然后就，有时候看着我会好像清醒，然后会叫我一下，可是大多时候都是昏迷的。然后我也就是看着他，就是到医院看看他这样，可能很快他就离开我们了。然后我就常常会记得这一碗瓜仔肉，所以我现在只要看到瓜仔肉，我就想到我外公。那不是说它多好吃，就是说会想到一个那段时间很懊悔的那个时候的我。有一点遗憾好好跟他说再见。对，人生就这样错过了，对吧？所以我是觉得说，有时候你会以为说好像就是没关系，以后再说，或 OK 了者，OK 很多事情过了就过了，就再也吃不到那碗瓜仔肉了。对啊。很好。 3不5时，爱要及时。3不5时，爱要及时。啊，可有故事了，谢谢你啊，江伟文。你应该不会拿外公的瓜仔肉来，应该是。10年前的那个瓜仔肉吗？怎么对？他现在只能复刻他当时记忆中的味道。对，这也是一种。复刻可以哦，是可以猪肉的。的味道。对，因为它就是那一罐酱瓜。只要用同个牌子就可以。我做过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内容呢，也是女王大人从改形态之后，在这边呢玩的特别有意思的玩，待会你晓得。他玩过，他玩过，你玩过？我也玩过。你们待会不要有情绪，我先强调，不要有情绪。对情绪啊。什么是哪一种情绪？平常心就等一下好。你们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忙进行的是这道美食真暖胃，冬季必吃料理推荐大赏。超美味暖冬料理，吃进满满幸福感。是我阿嬷会煮的那种鸡汤的味道。很好吃，但我现在脚趾是这样，因为脚趾看不到用手来比例，就这样抓起来，太好吃了。你喜欢吗？很好吃。好好吃哦，好吃。非常好吃。这种吃以前小时候都是用手拿着吃的，又烫，然后烫的时候就好烫好烫，觉得好好吃这样。江伟文，现在介绍的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道。好的，我介绍是70年以上老店了，是银翼餐厅。哇，我想吃到大。银翼就是专门做江浙淮扬菜，因为他以前是空军餐饮部嘛，那我爷爷是上校，空军上校，所以以前小时候，因为我爷爷是上海人。所以吃饭就餐馆吃，他都挑这个餐馆。那时候很热闹，我记得小时候去的时候，哇，热闹，非常络绎，中餐晚餐都是人呐。然后外面那外场的经理、接待人啊，那个满脸通红的那个样子，就是哇，非常这个精神很好这样子。然后总是会吃到这一道哈，叫做鸡火干丝汤。没错，对，鸡就是它有鸡丝嘛，火就是它的金华火腿在里面。火腿。对，干丝跟这个老母鸡的熬的汤这样子。那在冬天你喝的时候，你会有那种干丝的那种软软，它干丝它用这个汤去炖的时候变成滑软，对，很滑软，很滑软。然后有那个火腿的那个咸香，加上那个肉的嚼劲，那个鸡肉嚼，那个汤又很好喝，它比较清淡淡雅一点。所以比不上最近比较红的像川菜啊什么，就很强烈的味道。它有点像开胃菜，但它一定是那种你吃了你会觉得哇，真的是很像那种你看了会让你记得一辈子的文艺片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个余韵比较久。你还搭了一个什么？这是它的那个红豆的锅饼，豆沙锅饼。豆沙锅饼，小时候好吃。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啊，中餐啊，其实没有什么甜点的嘛，就是上水果这样。对。那这个银翼呢，它有这个豆沙锅饼。是我每次去就吃了这个以后最期待就豆沙锅饼。我也会点，非常精彩吧？很香。一个汤菜带锅饼，我们当做一个前菜开胃，好不好？哇，各位中间就位。没有，把九宇哥请来，请来。我也要来，你要来。我们其他我们说过不要有情绪啊，来，介绍的人站中间，收到什么颜色多的吃，你只能唯一能决定从那儿来还是从那儿来。你要从哪？你有可能吃不到哦。从这来。哎，你负责。主持人也有玩吗？有，我们也可能吃不到。主讲人也会玩。来了一个蓝色一球，蓝色一个，什么意思？蓝色一个，黄色。 1比1，像1比1。蓝色了，蓝色3比3的话就都吃了。3比3全部吃。好，3比3。好，那
这样所以我最后怎么样？你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还没决。蓝色。如果我再抽到蓝的，黄的就可能吃不到。蓝的。我们有6个人，我们6个人就有6蓝6黄。哦，如果你们后面抽到2个黄的，算你们厉害。来，好，你再抽一个蓝的，我就没有了，我没戏唱了。2个黄的就可以一起。你怎么样都知道？你一定要吃黄的，你都知得到。真的好棒所以我才选择这个位置。真的耶，他把我推进来。你怎样都知道。对耶。你抽到黄的就全部吃了。这开张太棒了。好，银翼餐厅的鸡火干丝豆沙锅饼就位，开动喽！鸡火干丝，鸡火干丝。这是汤菜。嗯，有没有看那个汤哈？鸡汤像腌笃鲜的汤，有没有很讲腌笃鲜，他们可能不知道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料好多哦。你们知道腌笃鲜这个汤吗？腌笃鲜有没有听过？不知道你看很多年轻人不知道。就是用老母鸡跟金华火腿去炖出来的汤。腌笃一都是。哇，它好吃到我现在脚趾是这样，因为脚趾看不到用手来比例，就这样抓起来，太好吃了。你喜欢吗？很好吃。这个汤头是我阿嬷会煮的那种鸡汤的味道，那种日式的吗？你阿妈是台湾人吗？她还有会韩国。哦，啊，好吃，吃完了。吃完这个是迫不及待想要吃这个豆沙锅饼了，对不对？锅饼，你看这个咸甜的，对不对？好棒哦！今天你真的话不要讲太早，我跟你讲，第一道让你开心，我真的情绪会上来。你要是后面你懂吃，以前小时候都是用手拿着吃的，又烫，然后烫的时候就好烫，对可是好好吃这样。比我想象中更扎实。它会扎实的。它的那个芝麻好香哦。它以前是没有马蹄，它现在多加了马蹄在里面。以前更扁，然后更油一点，油香更重一点。现在人比较不油啊，不喜欢油。好好吃哦，好吃。非常好吃，感谢啊，感谢你介绍。感谢大家抽的这个球的颜色太棒了。赞了！下一位我们安排谁呢？娜娜大师。哇！这是什么样的火锅？石头火锅。为什么是不锈钢呢？因为我内用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外带没有把它石头搬过来吧？我想。这石头内用才有石头，说的没错，外面只有不锈钢的。对，因为其实我真的吃过很多家的石头火锅，我发现有一些石头火锅，他们有些会用麻油，但是又对我来讲用过头了。可是这一间我觉得刚刚好，然后加上它的沙茶酱也是非常的好吃。那重点是我觉得它的因为其实之前我有吃过没有炒鱿鱼的。但是差超多，真的要炒鱿鱼才超好吃，香气差很多。对，然后沙酱一定要加一个生蛋黄。而且，我因为节目的关系，要不然平常去吃这一家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看过他是不用排队的，即使是平日的白天，真的他都还在排队。所以今天我们这就是你知道坐享其成。他在西门町平日白天也有在排队，夸不夸张？在西门町是不是？平日白天也要排队。你去那些排队的人，不是只有你看得到吗？没有，我有去摸他们2下，最好了。别的世界的朋友也有喜欢吃石头火锅吗？我觉得代表，因为他现在他在西门，所以代表其实因为西门有很多的不同国家的观光客，代表有火到国外去。对，一点点火下午就好了。耶！你们等下抽的我们刚聊完了啊，后面有这个，他终于把话说完了。那郭小新，我刚刚根本没有在听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不要太激烈，往后翻哦。你在我中间。喊在这。好，开哪边？开哪边？哎，今天你就开头了，我们的麻油小姐。呀，多的吃啊！蓝色，看谁今天吃最多道啊！好了，祝我自己蓝色好了。黄色，来，耶！我们已经吃到了两个黄色，吃得到了。哪有这种事情啊？你一定是黄色，你一定是黄色，怎样？黄色。哎，要全部吃了，你们还有球，没有作弊，里面真的有球。哪有这么巧？好，石头火锅来9位，吃过喽。超完美火锅来袭，全场吃到超忘我。
锅香整个都在汤底里了。这样超过瘾的。主持人吃不下，我分。好，我们来，你走开啊！沙姜好脆哦，好吃。家长好吃。好，现场准备哦。是。怎么来着？大家筷子是目前还没有吃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吃干净的我们先用夹的，好好，这边吗？来是夹，看自己要吃什么。自由自在的夹，自己夹着，自己夹。算啦，喝汤啦。快乐，喝汤对，哎，你小心那锅子刚刚被人弄移位了，很危险。直接撒在我们这样子对不对？你这样子，你不是说自己来吗？其实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他是主人呢。没，蒋伟文很帅，所以可以。冻豆腐赞啦！啊，好香哦！好爽哦！天哪，今天录也太快乐了吧！陈哥，你怎么也拿起汤匙来了？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是对的。比较快。哦，你可以吃了，你这样捞那么多。还没捞完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天哪，超好吃！可以了。外面喜欢吗？后面还有人要捞。你们看这个汤汁，你们看，蔬菜。哇，香哦，而且每次里面的一些菜，我都觉得高丽菜什么都好爽哦，吃起来。香气真的，石头火锅是香气。它那个锅香整个都在汤底里了。冻豆腐真的好赞哦！好快乐哦！酱超过瘾的。怎么了？有点辣的还是辣的？辣色一吗？辣的。主持人吃不下了，主持人吃不下了，我分。你走开啊！你们有沾那个辣酱，这辣酱真的超好吃，臭豆腐会弄的那种特制的蒜蓉辣酱，很辣真的哦。很好吃，辣对，是辣哦。它那个辣是有热度的，不是刺刺的，是热度的。日本人有常吃火锅吗？好像是过年的时候吧。他们是呷哺呷哺。我觉得日本人火锅要不是很咸，要不然就是洗给寿喜烧、蔬菜。日本朋友会相约一起吃锅吗？这种？大家比较亲密一点，毕竟就是要这样子一起夹，这样子对。那你在台湾有跟朋友这样约吃锅吗？对，真的有。很幸福。沙姜好脆哦，好吃。家长好吃。真的这家的用料不错，怎么办？就这样吃起来可以吗？沙茶很香。可以的，可以吧？而且它汤底好鲜甜，不会生姜又不会鲜甜。过度的，还没。它的沙茶很香，哇，它的汤很甜。对，它的沙茶很好。好想点一碗白饭。有那个汕头沙茶的感觉。有，啊，如果再加个生蛋，哇，好爽。对啊，它就有点古早哎，今天我们真的很幸运呢。如果我们家没有人抽到球，我们是真的干巴巴在看你们吃，好可怕。哎呀，这个画面哦，感觉很 lonely 很傻逼戏，有没有？我想说，看前几集的来宾就是这样， Oh my god！真的哦，对今天这前面两道很欢乐，然后还要强颜欢笑在旁边问说这样好吃吗？这样好残酷哦很残酷。汤头很丰厚，对啊，很丰富，热汤热菜样样精彩，酱料也好，这家介绍还不错。很棒，谢谢。在什么地方？雅香在西门，西门町啊。对，棒。谢谢娜娜大师的介绍。下一位，让我们欢迎柯以柔。好，现场准备哦。边吃边聊。是。今天嘴巴好忙哦，是啊，嘴巴才是火锅。先吃，我帮你不你们怪我嘴巴还有之前的火锅吧？没关系，大家都还在。那个现场导播杀千刀了，刚刚他读秒了。不过前面两道真的很欢乐啊，好暖好暖对，整个现在有热起来的感觉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一道非常特别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外面吃过。然后这一道其实也是有个故事，它叫做鬼椒香辣猪脚，它用的是墨西哥辣椒。然后用阿拉贝纽，阿拉比纽，它这个可以直接吃，不会辣到你，绝对可以直接吃。因为它是酸酸辣辣。然后它有那个干辣椒，然后这一道你是怎么注意到这道菜的这？一道很特别，因为这一道是我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开了他第一家餐厅。我现在才回想起来，他已经开店13年了哎。因为我们家老三现在，我们家老大现在13岁。 OK，
然后我那时候怀他，因为我知道他要开幕的时候，我已经去生产，在坐月子中心，我没有办法到他店，所以在他开幕前呢，我就特别去，就是在他店里先，就是等于有点像帮他试菜啊，然后我跟他讲说，吃到这道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，这一道一定就是要留下来作为他们家店里的经典招牌菜。然后我每一次只要有带朋友去吃饭，我一定会点这一道，因为就是在外面从来没有吃过。是下酒菜吧？我觉得它算是很下酒菜，而且我就觉得一般来讲，我们吃猪脚都会有一种比较油腻，所以为什么要去沾那个黄芥末？然后我觉得它去搭这个鬼椒，就是这个墨西哥辣椒，我觉得非常的解腻。对，然后很好吃。那这一道我觉得其实冷掉也蛮好吃。好，它冷的。赶快来玩，三黄三蓝的时间到了，来，从哪？从这儿。刚刚从这里好了。从这来，交给我。好，要犹豫，走。来，黄蓝，你一定是蓝，我们是黄，结论是这样。蓝色，2比2，我救你了。这就到了，我这还有机会很多。我们不会6个人从头吃到尾吧？会吧？黄的。好，来了，恭喜。你又怎样都吃得到了？吃到，没有啊？你怎样都吃得到？吃到啊！数学真不好，谢谢你给我这个位置。对，但是我会让你们蓝色，一定要蓝色吧？连日本人都爱的甜点，谁能吃到最后呢？我一开始其实不习惯，但是这一家的我可以。哦，对，因为日本没在吃酒酿的对啊甜点，它要带一点点微酸才好，酒酿的味道出来。好紧张哦！我要什么选秀节目？我抽到黄的就好笑了，你们两个笑不出来。没关系啊。怎么会？好妙哦！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你有玩过这样吗？没有，Amazing，没有过。台中了，一定要搭配那个鬼椒，就是跟墨西辣椒下去吃。然后因为它这个猪脚有炸过，所以其实它不会很油。好，我要选一个有带皮的。对，你可以选一个有带皮，我觉得它冷的还蛮香的。因为我们是烫的。它就是很 Q。然后你会，其实你吃过一次之后，你就会很想要特别去夹这个辣椒，辣椒的。没吃过，那个椒很好吃。对，它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吃下去没有办法接受的辣度，它像酸菜一样，很像酸菜，对啊然后带一点微微的辣。它会中和那个油的感觉。对。真的炸的超好，因为有时候会刮到嘴巴的那个肉，有些炸的那个皮有点硬的话，那它即使冷掉之后也是很嫩。对。而且那个蒜片也很好吃，加起口来。感很就它好。这一道，我觉得就是它所有处理在里面的辛香料，你都会很想要搭着猪脚一起吃。我们把椒都吃完了，找不到椒了。哪有跟它有面？它连瘦肉的地方都吃起来好嫩哦。对，好吃哦。赞。好吃。最后一位，欢迎马友。哪有？哇，汤圆吃汤圆吃汤圆。哇，而且是酒酿汤圆，会热热的，这你怎么会注意到这家？这家在哪里？在南机场夜市。哦，它很有名，你还知道南机场夜市你看这对个人，南机场夜市真的太多好吃的东西了。然后这一家呢，其实已经开了50多年，哇，然后也是网络投票第1名的。让我吃过一次，觉得最好吃的汤圆。你吃得惯酒娘吗？吃的习惯吗？没有，我一开始其实不习惯，但是这一家的我可以。哦，对，因为日本没在吃酒酿的甜点。对。这个汤圆里面有什么样的口味芝？麻跟花生，基本的就是最完美的，这2个重要的。完全就是完美搭配。好，来，快，耶！蛮残酷的。最后一个。今天都吃到啊，不可能运气那么好。往前站一步，好，好，马友从那边来，从这边来，从这。从那边，手伸到后面来拿哦，藏在你的衣服的下摆里面啊，什么都好，我也不看啊。好紧张哦！我不要先知道结果哈。好像什么选秀节目哦。有了哈。哎呦，好，我这摸起来应该是冷色系的。有没有可能我先抽啊？你先说好事。不要，这样来。我最后抽。好，你最后抽。
我摸到我觉得是暖色系。妖言惑众。来哦，说完了吗？一起吗？我来个刺激的好不好？好，我就先没看嘛哈。我先看这边的情况是什么。嘉伟文，暖色系，可以喽。好，黄蓝各一票，八月，蓝色2票，马友。你什么都吃得到了，我就是这样，来吧。来。我抽到黄人就好笑了，你们俩笑不出来。没关系啊，还是没有遗憾，我没有遗憾，还好啊，你们有遗憾吗我们刚吃饱了。但如果你可以抽到蓝色，当然更圆满。对啊谢谢你，圆满感谢你，感谢你。组一个美食团，我们要组个美食团，我们要组个美食团了。第一次，全部人全都知道我第一次。哇塞！来吃汤圆。哎呀，太幸福了！先喝一下汤，各位。对，我先喝汤。甜蛋汤，好喝，好喝。对，就要这样，不能太甜，这样刚刚好。对，它要带一点点微酸才好，酒酿的味道要出来。还有点蛋花嘛，哦。对，好棒哦，它的皮如何？还有嚼劲，弹性很好，而且不会厚。好香哦！那冬天到了一定要买这个。很棒啊！因为有的花生汤圆它就有甜，对也有香，它都有香哎，，它这个皮会越嚼越甜越没香，错，好吃。很棒哎。好完美哦，这介绍的很好哎，很完美的结尾。对呀，大家都从头吃到尾。哎呦，来地方爸爸蒋伟文，听说这是有101款的，是的，地方便当。爸爸蒋伟文的101款的无麸质便当，像刚刚一开始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有妈妈的麻油鸡嘛，然后有外公的瓜仔肉，这些都是家常菜。其实这本书呢就是101道家常菜，然后变成小朋友吃可以很美味、很健康的便当。也许你很忙，你没有时间帮小朋友做便当，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照这本书随便找一道，然后不要把它放到便当盒嘛，你就放到盘子上，也是你家里的非常美味的一个回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便当里面没有大小麦，但是呢，书一定要大麦。啊，谢谢。祝福今天看到这节目的，还有上节目的所有的来宾们，大家都能够被温暖包围。不论是来自一道美味的料理，一份真挚的心意，都可以创造出暖心暖胃的美味关系，好不好？再次祝福大家，祝福你们，谢谢大狗哥，谢谢大女家。王大人，下次见。谢谢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。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